你觉得2024年币圈会是一个这样的牛市吗？我觉得目标价应该还是前高，就是要过往上，我觉得就开始有点难度。那很多人都是赌说 ETF 通过之后是会可能 sell the news 暴跌到4万以下。如果你只配1%比特币的话，在过去10年，你的整个 portfolio 的回报率基本上是又稳，然后回报率又高。而如果说你的配置更高，到2.5%甚至5%，这个会是比特币最终大涨最大原因。Hello， 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币圈周报是每周一晚间7点上线，为加密货币投资人整理币圈一周焦点新闻的系列影片。我们有2个单元啊，上周焦点为您整理不容漏接的热点新闻，而在本周前瞻，我会分享接下来这一周币圈投资人得格外留意的日期、时间跟币种。那上个礼拜我们见证了有可能是加密货币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之一，比特币现货 ETF 的通过。这件事情的发生不但意味着现在传统金融的投资人可以更简单的配置比特币，背后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已经被许多的官员机构还有大投资人还有股市名嘴数落多年的数位资产终于一摆溯远，得到金融监管的认可。那当然过去一周主要的新闻都是围绕比特币 ETF 相关，但是我们不需要为此高兴太久，因为比特币现货 ETF 的通过仅仅是一小步，整个加密货币市场还有很多正在进行的发展，而投资人们也早就在布局下一个风口。那这个礼拜我刚好人在泰国曼谷参加呢喃猫 NFT 他们的旅行团，刚好有很多非常厉害的研究员也同行，那也刚好这个是比特币 ETF 之后的第1集周报，我们不妨就做个特殊计划，来采访一下同行的几位币圈大神，接下来的市场他们怎么看，他们关注哪些赛道，以及我们现在应该要如何布局现在的市场。关联的2个单元我们会精简放在后面的部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这位是 Benson， 大家好。现在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 如期通过，接下来的市场你怎么看？因为我们知道期权市场在1月26号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持仓量，对，那很多人都是赌说 ETF 通过之后是会可能 sell the news 暴跌到4万以下，然后也有人会去赌它说它可能会涨到5万甚至6万。对，那通常以期权市场，如果它持仓量很高来讲，然后它又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节点，通常不会让买方过得太爽，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蛮大的几率在1月底之前应该会横在就是4、5万中间，但是不会去出方向。我觉得要1月底之后比较容易会去出方向，所以现在应该就是偏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对，那至于之后，我个人是比较看涨，对，因为这一次 ETF 通过之后，其实灰度那边有很多套利的卖压出来，那你必须先把这个套利卖压先消化完。那后面我个人觉得从方丁瑞的角度，跟从后面这个以太的这个趋势要起来的这个角度，应该都是看涨。对，所以简单来讲，现在就是一路看涨到减半之前，但是我觉得1月底之前应该不会有太多的进展，就是会在那边 fluctuation 这样子。好精准啊！好，这位是亿万交易员 Josh。基本上大家对今年预期有几个嘛，就是减半，然后 ETF， 然后还有可能说以太坊的升级这样子。对，那目前算是一个 ETF 这个已经通过，然后目前币价是比特币价格相对于以太是来的更弱势一些的。对，所以大家可以去 check 那个以太 ETH 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对，这蛮明显，以太币开始从底部反弹上来这样子。比特币的 ETF 过了之后，大家其实会把注意力转移到说，那现在比特币都能通过，是不是下一个老二 ETH 的 ETF 也有可能有这个预期去通过它？对，所以基本上目前以太币的走势是蛮强于比特币的。对，那所以目前我的布局会比较倾向靠拢就是以太币相关的赛道。这位是宜兰猫的首席研究员6A 哥啊。我觉得这可能要分周期来说，如果是拉长来看，我觉得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因为过往的数据来讲，比特币减半之后，大概半年左右都会到 all time high， 然后再来是其实这个现货 ETF 通过之后，其实是更有利于比如说圈外一些大机构要布局，他们可能是。因为据我知道，现在进入币圈的一些机构比较多是家族办公室，它可能比较没有法规限制，但有一些像是大家如果熟悉的，像台股有些投信好了，就是加密货币是没办法买的，但可能未来法规就会放宽，它就有机会，所以它有可能是一个典范转移，就是从机构可能配置的资金从0%或1%变成4%、5%，那这个资金灌过来，我觉得是带动这个通膨的本身是没问题的。但短线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稍作休息，或是我觉得其实现在以太币的走势是明显比比特币的强烈。对，所以要是我的话，可能如果短线要布局，硬要做多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以太币而不是比特币。但拉长来看，我觉得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对于整个环境来讲是一大利多的。了解。你现在主要关注哪些赛道，或者是哪一些风口跟哪些币？
对，因为其实 ETF 落地之后，基本上我觉得下一波要炒就是以太币的 ETF 跟2月的坎昆升级。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就是看 Layer 2、看 Restaking， 然后看一些比较偏以太相关的内容。因为5月有一个以太的 ETF， 算是一个时间的节点。那我觉得在那之前应该会炒作相关的话题，因为我们看 ETH、BTC 的这个汇率对，其实 Bfinish 上面有一个主力。在 ETF 通过的当下，其实它整体的仓位，它做多 ETH、BTC 这个汇率对，做多到4亿多美金。哇！对，所以我当时就看到这个数据，就觉得，那以太应该要起飞。对，那现在看起来确实也就是大饼回调蛮多的，但是其实以太就跟在那边，其实没有动太多，对，汇率也没有太多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接下来至少这3-4个月，应该是要去关注以太相关的一些生态系的币。了解，我觉得当然关注赛道会蛮多，但我觉得现在大家今年 Q1 来说，我自己会 focus 一个赛道，就是 GameFi 的赛道。对，那大概状况上就是一级市场的融资状况，其实GameFi 的领域是蛮火爆的。大概讲一下，像近期因为包含那个之前 Mainland 这个项目发售了一个，就是用透过 NFT， 然后等于算是有 NFT 就可以有一些 community 的 presale 的这个资格的这个模式，大概就延续到蛮多游戏的项目那边去。然后大概模式就一样，就是反正有 NFT， 然后它就会做一个可能每日任务或是一些什么游戏任务之类，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些投资代币的机会这样子。对，那 NFT 就等于是一个 pass， 所以当那个项目确定要发币的时候，其实就NFT 的那个就会被炒作起来。对，大概会有一波还算可观的涨幅这样子。对，然后所以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游戏赛道的一级市场融资状况蛮火爆的，基本上还不错的游戏就很快就会被投完。对，然后再就是可以关注一下市场的龙头币安，基本上近期它其实也在它那个 Launchpad 或者是商体上的一些游戏相关的币种，就有一个 XAI 跟那个 Ace。对，然后 AI 不知道算哪一个，但我们先不讨论。但是算是游戏赛道的上币，算是蛮频繁的。对，那我觉得市场的龙头比较不会去做一些相对无谓的操作，他们算是会有目标蛮明确的一些行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一级市场的状况，然后再看市场的龙头大概在目前在上什么币种，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看Q1 有机会去进行一波GameFi 赛道的一些不管炒作还是一些发展。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基本上就我所知的资讯，蛮多游戏会在 Q1 甚至1月就做 TG， 就是 token 的发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应该会有蛮多游戏赛道的币种可以做关注。我觉得我今年特别看好的有2个，第一个是 GameFi 赛道。GameFi 赛道其实在去年其实蛮多项目都有融资到里面的钱，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近期最夯的一个 GameFi 是 Stephen 那个团队做的叫 Guess Hero，那他也因为这款 GameFi 它的币价从原本的底部到现在大概翻了3倍多左右，对，然后目前还刚开服1周，那游戏状况其实非常火热的。然后大家知道 Stephen 团队其实非常爱搞事啊，所以就是爱搞事的团队就是特别会营销，然后让带动币价开始正向飞轮。GameFi 赛道是我们密切关注的，还有币安近期上币其实上了蛮多 GameFi 代币的。另外一个赛道我觉得是交易所赛道，因为币圈很多不确定性其实相对来讲高，但是交易所我觉得就是一个赌场的收入。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前几大交易所，你觉得这交易所本身蛮不错的，而且可以看到过往的代币走势是不是相对强势，代表有重要股，我可能会朝像是这种类型的交易所赛道的币去布局。好，那最后一个，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样的策略布局？你已经满仓了吗？或者是你打算在什么样的时候进场？我算是比较是有一部分是现货持仓啊，那现货持仓就是大饼，我一直都是拿着。对，那这部分的部位大概是1半左右。对，那另外1半我就是会去配置一些小币。那目前的仓位算是大概70%左右，我还有留3成的这个 U 去打一些游击战。我记得目前有在市场的仓位大概有几种，一个就是底仓，这大家我觉得势必需要有的，对，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你所有的操作都是能够超越大盘。然后就是赚到阿法，所以我觉得至少要有一部位是赚到这整个产业发展的红利，所以底仓比特、以太我自己有多一个手拉拿，就比特、以太、手拉拿这样子的一个底仓。另外一仓位就是有做，就刚才前面有提到以太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的那个汇率，算是在前阵子在底部啦。对，所以我做一个这样子 long show 的一个算是对冲的策略吧。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关注一下 Cosmos 这轮有几个币种表现是蛮不错的。最主要我觉得需要关注是 TIA 吧，就大家也知道前阵才刚发布一个 Dimension 的空投，就是有质押 TIA 就可以赚取的空投。那我觉得上一轮开始就有一个
空头季节这样子，大家都喜欢在那个看到超级多空头，然后很多获利机会的时候才做质押的步骤。它通常都会可能质押在相对牛市的高点。对，然后我觉得有一些资金可以配置在这种相对单纯，就质押进去，然后等有空头你就去领价。其实以APR 来说，其实也还算蛮可观的。我现在如果是底仓的部位，大概是30% 左右的现货，那剩下有一部分大概可能也是30-40% 是做 Long ETH 秀 BTC。对，那这个话，因为我前面有提到说我是比较看好以太大于比特币的涨幅。对，然后如果这个看对的话，首先可以赚到个价差。那我空比特币的话，我以太是现货，但我空比特币是用永续合约。那如果是有一波牛市的话，牛市的时候比特币的资费可能是年化30-50%，所以我同时有机会赚到以太跟比特币的价差，还有办法赚到这个放空比特币的资费的大概30-50%不等。这一条厉害，就是也比较有弹性啊。对，这点可能要注意，就是大家要把买现货跟放空的部分找那种像是 OKX 或白币，它可以共用保证金混在一起的，这样做操作。你不要把现货摆在 A 交易所，然后放空摆在 B 交易所。那如果大暴涨的话，你放空部位过后会直接爆掉。了解，所以就是你主要30%底仓，然后30%做这样的策略，然后剩下就弹性操作这样。对，就可能短线有什么热点啊，或是有什么一些套利机会，我可能就会去弹性操作。这位是股市的明灯巴尼尼老师 ，Hello。然后因为大家可能对他的了解，可能是他在股市已经有，你在股市已经多久了？大概4-5年而已吧。4-5年了。币圈呢，我看你好像是最近有开始接触。最近开始接触，大概从去年开始接触比较多。那到现在你都持续有在关注跟投资？我还是有买现货，还是有买现货？还是有买现货。近期的比特币市场最大的新闻是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 吗？对啊。你应该有 follow 到。有，不是号称没过又过，又没过又过了。对。然后现在是确定已经过了。那你对于这个市场？这个比特币通过之后，很好奇说，你作为一个股市投资人，但你也有涉猎币圈，你是怎么看这个事件？你觉得现在我们可能就是一路高歌猛进了，还是说，可能会差不多要回档了，就是好消息已经结束了？觉得差不多，按照股市来讲的话，已经差不多要回档了。OK。对，因为就是 ETF 的东西应该是从去年炒到现在炒超凶的嘛，今天终于尘埃落定了，那就没有题材了嘛。再来就是减半嘛，对啊，那在减半之前应该会先回档一下。了解，减半是4月份嘛，所以你觉得可能从现在是1月到4月会是先回档？我觉得可能会就是越接近减半，可能1月到3月多的时候会回档，然后到4月之前会再大涨一波，然后到减半的时候又再回一次。所以你看是先下，然后到上，然后这边是减半，可能会再下。就有点像解盲一样，就是那个生机类股解盲之前永远都是好的。对。但解盲之后，不管好坏，如果是过的就是小跌，如果是没过就是崩盘。那你除了比特币以外，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你有关注其他的币或者是赛道吗？就是在是以太吧。以太。对啊，我应该蛮早的，所以以太可能会比较有点希望。你觉得接下来这段时间以太比较看起来以太币它至少会想要融入大家的生活，你知道，就是它可以让很多地方是让你借用以太去做交易的，而不是用比特的话。那以太币是未来是会比较有流通性，对啊，我觉得以太不错。然后再来就是一些迷因币吧。迷因币你买什么？就买那个佩佩啊。佩佩币。对啊。佩佩币蛮久以前的。现在还是活得很开心的。确实，前阵子也有涨得多。对，然后还有 APT 啊，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现在是迷因币了吧 ？Luna 现在是迷因币了吧 ？Luna 是迷因币了。对啊。为什么会买到 Luna？ 因为 Luna 应该是你进村之前就已经消失了。超多，然后大崩。对。然后那时候我在大崩的时候进去啊，好像在现在是7.7左右的，好像3的时候就进去了。哇，因为你主要的部位应该还是在股市吧？对。那你放在币圈，你大概有多少趴数是放在币圈？大概5%以内吧。5%以内，其实5%对很多人来说已经算是蛮多的。会吗？因为像机构都推荐说，机构的资金，对，可能就1%左右，就是1%左右比较适合。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一般的投资人5%到20%，可能如果你自己是能够承担这个风险的，还是我觉得5%差不多。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比特币如果照你说，你预期市场可能会先跌下来涨，因为现在比特币差不多在4.3万，你觉得我们跌到哪里可以抄底？我觉得碰到4就可以抄底了吧。碰到4就可以抄底了，4万多，4万出4万对啊，4万多应该就可以抄了吧。那你觉得一整年呢？因为大家都说2024年、25年可能是牛市嘛，
你觉得2024年币圈会是一个这样的牛市吗？我觉得目标价应该还是前高6万啦，可是要过往上，我觉得就开始有点难度，毕竟没有那么多的诱因。因为在前一阵子爆炸就是疫情的时候，疫情的时候什么都爆炸嘛，那股市也爆，然后币圈也爆。那你看比特币从以前开到现在都撑那么久，也是只有在19年、20年的时候开始往上飞的。那在它之前都好像还好。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如果今年后半期有起来，也是在5万多、6万这边跑来跑去，应该是不会有到那个梦想10万嘛。确实，很多人都是喊出10万或者是更高的数字。对啊，我觉得应该会在5、6万这边跑来跑去。好，谢谢巴金女神。好。第一个新闻我们看到，比特币现货 ETF 首日交易量冲破46亿美元，灰度 GBTC 居冠，贝莱德紧追。很多人怀疑的说，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是不是会其实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根据彭博分析师的整理数据，11档比特币现货 ETF 首日的总交易量已经超过了46亿美元，灰度的 GBTC 名列第一，第二名的贝莱德交易量也超过10亿美元。10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在上一次，我们知道说，在2021年牛市的顶端的时候，当时比特币的期货 ETF ProShares 的这一档叫做 BITO， 当时获得 SEC 批准发行的时候呢，当日首日交易量也才突破10亿美元，就已经是史上最成功的 ETF 之一。在现在这个是11档一样的 ETF 同时启动的情况下，贝莱德的这个 IBIT ETF 首日也能突破10亿美元，已经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了。这个也印证我们之前的猜想哦。虽然说很多的这些交易量是来自基金发行人预先安排的种子基金，但这些大机构肯定不是在没有事先对市场做好调查的情况下，就这么拼命努力的去弄出这样的产品。他们对市场的掌握肯定是比我们都熟悉很多，而且他们一定是很有把握，这个产品是很多的他们的客户会想要投资跟交易的一个产品，他们才会做出来。所以随着越来越多的自营商在其平台上列出比特币基金，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有机需求，例如来自散户投资者或财务顾问的需求。所以就像我们开头说的一样，这个 ETF 的通过远远只是一开始而已。现在我们看到女股神 25% 身家压住 BTC， 现货 ETF 推动比特币在2030年冲上150万美元。有女股神之称的方舟投资创办人，现在同时也是比特币现货 ETF 发行商之一的 Casey Wood， 近期接受采访的时候再次大胆预测，在牛市的情况下，比特币在2030年会达到150万美元。基本预测呢是60万美元，但随着 ETF 通过，牛市有可能会让它在2030年达到150万。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是大概4万美元出头，150万就说明我们大概还有40倍的涨幅。当然这个数字肯定是仅供参考，但是如果你有去看到我们之前提到说，如果说基金投资人他们选择配1%的资金到比特币，或者甚至他们只配 0.1% 的资金到比特币，然后再加上我们之前数据报告有提到说，如果你只配1%比特币的话，在过去10年你的整个 portfolio 的回报率是基本上是又稳，然后回报率又高。而如果说你的配置更高到 2.5% 甚至 5%， 而这是他们认为最终的情况下，这个会是比特币最终大涨最大原因哦。那之前很多人可能会怀疑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当时比特币现货 ETF 根本就还没有通过，而现在这个产品已经出现了，所以过去我们预测说，当 ETF 通过之后可能会带来哪些金流，现在就真的是就等着贝莱德跟方舟投资他们去告诉这些掌握大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说，有这样子的数据，你不妨了解一下的一个时代了。而且呢，更重要的是 KZ5 他本人他也表示说自己已经有 25% 的金融净资产是押注在比特币上。幸好我现在放在比特币的资金是大于 25%， 要不然如果今天连一个传统他投资科技股的投资人都已经如此看好比特币，你的配置还比他少，这个可能就有一点说不过去，说自己是一个币圈人了。下一个我们看到 SEC 他在比特币 ETF 通过了前一夜呢，闹了一个乌龙哦。那一天的早上呢， SEC 官方的推特上面宣布了通过比特币 ETF， 但随后 SEC 主席出面澄清，这个是官方账号招害，是一个假的很多人的网友就在下面评论说SEC 你表示说你要保护大众的投资人，结果你连自己的推特账户都保护不好，你是要保护谁？ Anyways， 这个背后有很多的无论是阴谋论或者是什么说骇客其实只是把 SEC 要通过的文件提前释放出来等等的说法，蛮有趣的，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再回去看一下。现在我们看到该朝以太坊了，梳理 ETH 生态利好因素及潜力标的，这个我相信前面那一段
段在访谈各个大佬，他们肯定会提到 ETH。所以我们在整理了这个律动的这一篇，它列点式的方式整理了几个未来对 ETH 利好的因素哦。那我们就带大家快速的看过去，就包括坎昆升级哦，我们讲了非常多次了。以太坊 ETF 的话题哦，就是这个近期因为比特币 ETF 已经过了，我们也看到贝莱德也跳出来说，他很看好以太坊的 ETF。可能会在今年5月就通过等等的消息，所以下一波如果炒作的话题风口，很可能就是以太坊的 ETF。Layer 2的扩容叙事啊 ，Layer 2这个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 ，OP、ARB 等等的 ，OP Stack 的超级宇宙链提过非常多次了 ，Arbitrum、Orbit 带动的 Layer 3井喷。Metis 去中心化排序器以及各 ZK Rollup、Starknet 的空头在即、生态蓄势待发等等，这个在以太坊的生态接下来非常非常多的话题是可以让投资人去炒作跟真正的利好会发生的。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来研究一下这篇文章。下一个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V 神的4个投资建议啊，因为最近这个牛市出现啊，这个币价大涨大跌，尤其是大涨的机会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会开始怀疑说啊，我是不是用太保守的方式去投资币圈了？我是不是应该 all in？ 我是不是应该开很多的杠杆？我们必须提醒大家哦，比较保守跟比较多元的方式依然会是比较正确的方式投资哦。Vitalik 也强调了，不将投资组合多元化是一个坏建议，并且呢，不要使用超过2倍的杠杆。他主要是在回应这个投资人叫做 Alex 哦，这个应该也是一个蛮久以前的论点了，就是比尔盖茨在相信了巴菲特的分散投资的观念的之后呢，他把他在微软的股票出售掉了很多，所以他一度成为了世界首富。可是如果他不分散的话，他的资产会比他现在更高10倍，那就是因为如果你押注在微软这只股票更多的话，这是一只好的股票，你就赚更多钱。那很多人在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认为说，那我是不是其实就应该 all in 加密货币资产，我就应该 all in 比特币，甚至开杠杆？因为如果比特币是最好的资产的话，也许如果最后比特币涨最多的话，从后见之明你会发现说，10年前 all in 比特币的人他们赚最多的。可是问题就是，即使说我们都一样看好加密货币市场发展，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预测到未来。比起说你就这样子孤注一掷，把你的身家全部投进一个资产，投资组合多元化，以及你先存钱到足以支付多年开销的程度，达到财务安全，这个才是我们应该真正追求的自由。Vitalik 这边的态度是这样，并且呢，你时时刻刻要对你大部分投资组合保持冷静，并且不要，而且是千万不要使用超过2倍的杠杆。那顺带一提，关于比尔盖茨的这个故事，我之前其实就看过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看到的正好是相反。就同一个故事，你可以用2个方面去说。另一个方面的角度，他在说什么？比尔盖茨一个人把微软做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步，但微软之所以能够在未来的10年发展到像现在这样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比尔盖茨本人愿意把微软的股份分散出去，让其他人有更大的动力替他一起组建这个帝国，整个微软才能够发展这么快。所以说到最一开始，如果比尔盖茨根本就没有打算把股权释放出去，微软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庞大的帝国出现。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投资的小故事。好，紧接着就是本周前瞻之前，如果你觉得我们小记者每个礼拜花10几个小时帮大家整理这些新闻，让你可以用几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它看过去，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帮我们按个赞鼓励一下，谢谢大家。好，那下一个礼拜呢，以太坊的这个坎昆升级啊 ，Denken 会在1月17号的下午2点就已经上线测试网了。一般是认为说这个升级是会在3月顺利的完成啊，那目前就有几个步骤，其中第一个步骤就是17号啊，礼拜3的时候呢，测试网就会上线。如果测试网顺利的话呢，可能就会被大家认为说是距离坎昆升级就成功的迈进一步，可能就会利好包括 ETH 跟 Layer 2的 OP、ARB 等等的币在内的项目，所以有相关仓位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另一个这个礼拜非常大的消息是这个全球前5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get 最近在做这个比特币买1送1的活动哦，就不夸张，真的是买1送1。如果你使用指定的推荐链接，我们下面会放这个推荐链接，注册 Bitget 开户，不但你只要完成 KYC 的认证，你就可以获得15美元的空投，而且你在这段时间，台北时间1月17号之前入金任意金额，并且购买第一笔比特币，你购买多少 Bitget 就送你多少比特币。当然最高回馈是1000台币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段期间入金了可能30美金，差不多是1000台币，你买了30美金的比特币，可能是0.00几颗 ，Bitget 呢就会再投同样数量的比特币到你钱包里面，等于说你可以赚到15美元，再加上1000台币，最高大概1300块台币的一个直接赠送的一个好礼哦。
那当然，这个也是 Bitget 的一个新用户的活动啊，所以老用户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参加，并且它有一些参加条款的限制，包括不能多个用户使用相同的 IP 位置等等啊，避免有人创100个账户来撸他的这个钱。我会把详细的规则再放在下面的说明栏，有兴趣直接捡这个买1送1比特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紧接着本周大额解锁的部分哦，首先台北时间的礼拜三，这个 Bored Ape 猴子的 APE 它有高达 4.23% 的2200万美元左右的代币会解锁，以及呢 X Infinity 的 AXSB 都在礼拜五的时候呢有 2.5%， 大约2700万美元的币的大额解锁。那通常有大额解锁就代表市场上的供给量会上升，那供给量上升价格就会跌，或者是项目方有可能会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放出利好消息拉盘，所以有 APE 跟 AXSB 的朋友啊，这段时间可能就留意一下。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币圈周报，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啊，各位兄弟 ，We made it。我们呢，现在从这个做这个什么未来的金融趋势，但是被所有人都认为是诈骗的投资人，从今天开始以后，你如果这个过年回家围炉，或者是遇到自己的朋友，你可以告诉他们，请教你纳斯达克与纽交所去中心化金融投研顾问分析师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及美股交易员暨创新金融研究员。各位同学，这个就是我们以后新的头衔啊！所以恭喜大家！我现在录制的时候，比特币正在回调啊，但是我一点都不 care， 因为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回调，对我来说就是上车的机会，有一点过度乐观。但是我现在录制的时间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所以有一点疲劳啊，请大家多见谅。希望今天的影片对大家有帮助，然后也希望大家在2024年都可以赚钱。好，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如果今天影片对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兴趣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让 YouTube 知道在我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言我。那这样啦，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因为我现在人在泰国，现在当地时间已经快要2点了，其他人都在玩耍，然后在这边录这个东西，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又要打悲情牌，但我真的好悲情。多看每个人都在玩，结果我要在这边弄这个，好可怜哦。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